天这期视频给大家聊一个关于投资组合策略的问题，这也是为了回应一位网友的提问。有位叫做 LB5939 的网友在我的留言区里说，教授有空做个视频聊聊投资组合策略，例如双动量以及风险管理。虽然此前也有一些通过邮件私下问我问题的朋友，我都已经通过邮件回复他们了。LB5939 呢是第一位正式在留言区向我提问的网友，所以他的问题值得我认真的解答，我专门做一期视频来回应一下。大家好，我是老贺。那么 LB5939 这位朋友他要求我讲投资组合策略的问题，而且明确的提到一个例子，双动量策略。他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他讲的双动量的策略，我可以给他简单做一个回应。另一方面就是关于投资组合策略，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将来可能可以做一个系列的视频，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对冲基金风云录，对一些世界上主要的对冲基金他们的资产配置、投资策略来做一个比较系统的介绍。那我们今天先回应他的问题本身，以他所说的双动量策略为例，我们讲做投资组合或者做资产配置，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带我们去穿越经济周期。因为我们知道市场是周期性的，所以有牛市、有熊市、有震荡市，有长周期、有短周期，还有情绪的周期。那么投资者的痛点通常是说，我们单一资产是无法穿越周期的。如果你买股票，在牛市里面你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但在熊市里面你会非常痛苦。如果你买债券，你基本上只能获得一个非常平均的收益，特别在过去这10几20年里面，全球都处于低利率时代，你在固定收益证券的市场上你很难获得一个像样的回报。那么你持有其他资产，房地产、黄金等等，它都有可能遇到大幅度的回撤。即使是像加密货币，例如比特币，我们经常讲说比特币从0到1，然后到现在10几万美元，那它经历了巨大的上涨。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仅仅是持有它的话，当它跌起来的时候可以跌到你怀疑人生。加密货币最疯狂的时候有一天跌掉80%。所以我们如果不做配置，你持有单一的资产，你很难穿越周期，你很难承受它的波动，或者说你很难获得可观的回报。那么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能够帮助投资者在不同的周期里存活下来呢？答案就是资产配置。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思想讲清楚，就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然后再讲到双动量的策略。为什么我们要提资产配置？核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穿越周期。我们讲周期通常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譬如说有经济周期，有流动性的周期，有市场情绪的周期。通常在周期的波动当中，股市一般是先行指标，债市是跟随指标，大宗商品是滞后指标，所以它有不同的周期的阶段，它会反应不一样。投资者的困境是在牛市当中陷入贪婪的情绪当中，熊市当中陷入恐慌的情绪当中，所以长期持有虽然我们说也可以获得很可观的回报，过程很痛苦。传统的做法叫 buy and hold， 就是买入并持有。例如美国股市标普指数为例，大概100多年的历史里面，平均每年可以获得12%到13%的回报，看起来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你有可能在单年度当中回撤高达60%、70%。所以核心的观点就是，投资者要能够在你的资产组合当中高枕无忧的话，需要有穿越周期的规则，而不是靠情绪来控制。那么这种穿越周期的法宝呢，简单说就是资产配置。资产配置它的核心思想也可以看成是投资组合的思想，就是分散化的思想。所以在1952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维兹发表的论文里面，他提出资产配置是一种风险的有效分散的方法。那他也因为这项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简单一句话概括他的思想，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我们如果理解这句话，你要真实落地的话，是需要一些方法的。这个方法就是用资产配置的方法。所以我们首先要理解什么是资产配置。
通常我们讲资产配置指的是你在这些大类资产当中按不同的比例进行分配，例如你把资产分为股票、债券、房地产、贵金属、现金，那现在你还可以加上加密货币，这样的话有5-6类的资产，这些资产你在里面设置一个比例，譬如说各配置1/6，或者说你在股票市场上多配一点，或者你在债券市场多配一点，取决于你的配置思想。传统上我们讲的配置的方法有一些经典的做法，例如第一种配置方法叫买入持有法，叫 buy and hold。所以假如六大类资产你各买1/6，然后买入以后一直持有它。第二种配置方法叫恒定混合法，叫 constant mix， 就是你给各种资产不同的配置比例，给它确定的比例，然后每半年或者1年做一次调仓，使它回到初始的比例。例如六大类资产各投1/6，有些涨得快，有些涨得慢，有些跌得多，有些跌得少。那么到年底你一看它已经偏离了1/6，涨的那些部分你就把它卖掉，跌的部分你就可以买回来多一点，重新回到1/6。这样的话就在你的配置当中加入了一个自动的高抛低吸的机制。第三种做法叫做投资组合保险。所谓投资组合保险，譬如说你买了一个投资组合，然后你再买个保险，使得它不会亏失你的本金，所以是一种保本的配置方法。当然你说保险公司没有这样的保险可以卖给我，我们讲的投资组合保险是一种比方，就是你在投资组合当中加入一种保险的思想。如何做这个保险？举个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我买一部分股票，买一部分债券，债券它是固定收益的，所以我可以预计1年这个债券它能够给我带来多少收益，这个我提前就可以知道的。假如我有200万，我买100万的股票，100万的债券，这100万的债券假如它的利率是5%，它1年就可以回来5万块钱的利息。这5万块钱利息我就可以拿来作为我的股票的止损，所以当我的股票亏损5%的时候，我就把股票清仓，把它换成债券，这样我的本金是1分钱都不会亏的，因为我的债券上的收益可以弥补我股票上的亏损。但如果股票涨了，我股票上是赚了更多的钱，所以这是一种投资组合保险的思想。当然我们实际执行当中它是一种比较动态的思想，譬如说你每个月去调仓一次，如果你股票涨了，你可以买更多的股票。为什么？因为你股票涨了，你的可止损的空间更大，你就可以买更高比例的股票。所以这是买入持有法、恒定混合法、投资组合保险法，这是几种比较经典的资产配置的方法。我们这次简单的给大家列举一下这个思想，将来如果有机会可以给大家讲更详细的逻辑。有时候我们要把资产配置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譬如我们可以分为战略配置和战术的配置。战略配置通常就是在比较长时间维度里面的一个基本框架，战术配置我们要根据市场动态加入一些周期性的因素，我们还可以在这基础上加上有因子增强的方法或者策略增强的方法，再加一些短期的规则。所以在我们有战略配置、战术配置和因子增强，就把资产配置分成不同的层次。我们今天举一个双动量的例子，用双动量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种战术配置的方法。你在基本的配置思想上基础上，再加上一些相对比较短期的能够穿越周期的一些增强的方法。那我们要理解双动量，首先要理解什么叫动量。动量这个概念它是跟反转相对称的。最早1985年的时候，行为金融学家理查德·塞勒，也就是后来的诺奖得主，他在1985年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说，股票市场过度反应了吗？他把股票在过去3年当中的表现把它排个序，涨得最好的那一部分叫做 winner， 跌得最惨的那部分叫 loser， 赢家和输家。看他未来5年的表现，结果他发现过去的赢家未来5年表现不好，过去的输家未来5年反而表现更好，也就是赢家变输家，输家变赢家。这个我们给它称为叫反转效应。也就是说在3到5年的周期里面，我们称为长期，在长期里面股票市场是过度反应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就是仅仅从统计上，我们就已经找到了股票波动的长期规律。那么后来在1993年，又有2个经济学家，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做了一个关于股票市场研究，但是他们研究的是更短期的，1年以内的，例如3个月、6个月、9个月、12个月。那么结果发现，在短期点股票市场波动规律跟长期不一样，它是叫强者恒强，也就是过去6个月或者3个月表现好的，未来3个月、6个月它继续表现好。强者恒强的逻辑，后来我们就给它取个名字叫 momentum， 我们称之为动量。动量是借鉴了物理学当中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可以近似的把它理解成是一种股票波动的惯性的规律。强者恒强，也就是我们日常交易当中所讲的趋势，一旦形成趋势以后，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什么叫双动量？2014年，一个美国的投资家叫做 Gary Antonacci，Gary 呢，在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双动量投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双动量策略，基本上是以 Gary 的思想为基础发展出来的。那他讲的双动量，简单说就是2个动量，一个叫绝对动量，一个叫相对动量。所谓相对动量，就是在风险资产当中把表现最好的把它找出来，作为我们的投资标的。而绝对动量就是指你找出来的最好的这个资产，它也必须是绝对收益大于0或者大于无风险资产。如果最好的这个资产它的收益都不及无风险资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投资风险资产，全部转向债券，转向安全资产。所以这个就是相对动量加绝对动量，我们称之为双动量策略。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首先第一，你通过相对动量找出最强的资产，你可以获得很高的一个收益。其次，通过绝对动量把所有资产都表现不好的年份把它剔除掉，防止你的资产出现大规模的回撤，从而保证了你的投资组合的安全性。所以基本的逻辑就是强者恒强，当趋势向下的时候转向防守。所以双动量策略是一个非常稳健的策略，我们说它是一个穿越周期的方法。操作也很简单，不会有大量的操作，通常我们1个月或者1个季度调仓一次就可以了。例如过去几十年，从70年代以来，如果我们把这个双动量策略回测的结果跟标普指数做一个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收益跟指数差不多，但是它的回撤的比例大幅下降，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策略。这个策略的核心不是你能赚到最多钱，而是你的风险相对说来比较小。但是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例如像过去这10多年，美国股市处于长期牛市当中，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如果你采用双动量策略，你的收益可能不及标普指数，但是你依然可以做到回撤大幅度下降，所以你的风险比标普指数要小很多。那么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双动量策略为什么能够穿越周期，因为在牛市里面，相对动量能够帮你抓住最强的资产，而在熊市里面，绝对动量能帮你切换到债券或者现金，在震荡市里面又可以避免你频繁的切换。所以双动量它不是让你赚到最多钱，也不是为了帮你预测市场，而是用规则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当然我们如果要实施这种投资组合策略或者资产配置策略，我们要严格的去执行它，就是你把它作为一种投资的纪律。你如果中间加入很多的主观成分，策略可能对你来讲就失效的。因此这一类投资组合或者资产配置的策略，它是适合中长期的投资者，追求稳健的回报，而不是短线投机指望一夜暴富的那批人。那么我们把这个策略如果来复盘一下一些特殊的年份，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特点。譬如说08年，我们知道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华尔街大跌，所以在这一年里面，如果你采用的是双动量策略，你能提前切换到债券市场，大幅降低损失。你如果在2008年投资标普指数，回撤的幅度是50%以上，如果你采用双动量策略，回撤能降到20%，这就是双动量策略特点。但是如果我们看2020年，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股市出现短暂的下跌，不过随后又出现大幅的反弹。那么这一年里面，如果我们用双动量策略来复盘的话，你就发现双动量策略会让你错过快速反弹的大行情，但是它依然能帮你保住本金，所以实际上是更安全更稳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典型的时间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策略的最大价值不是让你抓住所有的机会赚到最多的钱，而是让你躲过致命的风险。好，那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双动量呢，可以看成是一种战术资产配置的方法，但它又是一种简单可行的动态资产配置方法，能够在不同的周期里面帮助投资者长期生存，所以它是一种可以穿越周期的战术资产配置的方法。相对传统的配置，或者是像风险评价达利欧的桥水基金所采用的这样的方法，它更强调顺势而为，让投资者既能抓住趋势，又能避免大幅的回撤。如果你是一个中长期投资者，你如何评价双动量策略这样的相对稳健资产配置策略呢？欢迎留下你的观点，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再次感谢LB5939网友给我提出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提问题，让我知道大家想听什么。好，谢谢大家，咱们下次再见。